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亲爱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分享4位导师的人生智慧，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想出去工作，不想看店了。我才40出头，没到7老8十走不动道。我不想每天在店里过着足不出户的养老生活。这么大年纪了还出去工作，家里店没人看了。以后说话做事过脑子，别老像个傻子一样情商低，让人看笑话。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尽量注意。有请这对夫妻，有请。马先生45岁，来自哈尔滨个体；王女士43岁，来自哈尔滨个体。有请两位，有请。你好，主持人。你好。好，欢迎两位啊！今天为何而来？我觉得最近这个日子有点过不下去了。这怎么就日子过不下去了呢？我们结婚了20多年，是啊，然后感觉呢，就是忘了初衷了。之前谁忘了初衷了？我觉得他忘了初衷了。他忘了初衷了。对啊，因为呢，我们是属于裸婚，就是白手起家。刚开始呢，虽然就是日子很贫寒，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就感觉生活特别美好。结果呢，日子过着呢，不知道现在呢，为什么变成这样了？我觉得呢，他现在的缺点呢，就像星星一样。就像星星一样。对。啊，那就是数不过来了呗。是的，就像情绪不稳定啊，然后易怒啊，包括自私的不得了。因为呢，我们刚开始是自己创业的。有了小孩之后呢，觉得孩子小，包括照顾孩子呀，包括孩子上幼儿园这个阶段呢，我就一直开门市。就属于给他看店，然后他就在外面工作。等孩子上了初中之后呢，我就觉得，因为我也想，就是说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想体现一下自己的一个自身价值。那个时候呢，我就和他沟通之后呢，我就找了一份工作上班了。做了5年之后呢，因为孩子上了初中之后，也需要就是说家长这个补课呀，包括照顾啊。为了孩子，我可能就把这个工作我就放弃了。在家一直照顾孩子。我觉得孩子已经那个高考毕业了，上大学了。我觉得我这边应该还要找一份工作。我又要出去了。哎，是的。这个时候呢，他就不同意了。为啥出去？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出去干啥呀？现在不是多大岁数啊？都不理解，40多岁了呗。40多岁不是正年轻吗？年轻，现在都中年人了，还年轻呢。不是这中年就不能你不看别人脸色呀？天天搁家待着多好啊！你说他多自私啊！他只觉得是我每天在家，我需要洗衣做饭，之前照顾孩子，包括做家务，我呢还得给他开门市。然后呢，他就觉得他工作了之后，所有的一些事情，家里事情与他都无关了。回到家之后也是鞋一脱，袜子一撇，衣服往沙发上一扔，然后呢往那一坐就等着吃现成的，从来不做饭。我在外面一天天我不辛苦啊，天天起早爬半夜的。那我这工作还不稳定，你说你在家了，我还能吃口热乎饭啥的，是不是？那不是自私的事儿，这不是2个人生活，我感觉是必要的事儿。不是，那你这生活不自私啊？我现在40多岁，怎么了？1，我有工作能力；2呢，我也不想和这个社会脱轨。我觉得我出去工作，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没毛病，没毛病。他就是想我那块那个工作环境不好，我家边是干那个就是室外装修的，你知道吧？就是这活法是什么比较脏、比较埋汰一点，就是。你光是为了这个呢？他就想找一个就是干净一点，他就是原先上班那块就活就是比较那个属于说高大上，环境好。你就是自私，你觉得不愿意让我出去工作，不愿意让我多接触那些异性的一些朋友，咋的？你还怕我能跑了啊？
这是一方面。再说你真怕他跑啊？这么没自信啊？中年危机嘛。你有什么危机？为自己想一想也很好的。但是我不寻思那啥嘛？你说你在家里面，我回来了，你说工作我这工作它不定时定点，早晨6点多钟就走了，有时候晚上吧就是加班了，就8、9点钟了，7、8点钟都很不那个，就是准时准点的。我寻思我这要回家了，他在家是不是能给我做口热饭吃？理解。然后情商特别低，有一个好朋友，人家装修，然后要送他一个东西，送他东西之后吧，那天正好是2月2。然后那个朋友呢，就直接就给他打电话了，说你看你方便吗？就是说的，那个你到我家来把这个东西取走。当时是我公公婆婆到我家来，我们准备请人吃饭，但我觉得他就情商太低了。要正常来讲，我就觉得今天我那个爸妈来，我们可能要吃饭，我说方便的话我明天去取。他不会那样啊，他嘎打电话一接，说人这么说完，他说今天大2月2的，谁上你家取东西啊？你愿意给我留，不留你就撇他，嘎把电话给挂了。我就特别不理解，你说你咋想的呢？我那小弟儿，我们就关系近，我就说话就这么习惯了。我跟他们说话，我就感觉我当哥的，我没寻思像你想那么多。我们就哥们关系，我感觉就是处到位了。我没寻思像你想的那么多。你跟谁处到位？我觉得你和你自己亲兄弟说话那样，人也不理解你。你怎么让人去理解你？实际上是我亲兄弟的话，我就不能这么说话，我没准还得客气点呢。那我跟我外面哥们，我感觉处的都挺好。你看，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俩这个三观，其实以前吧，我们可能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结婚20多年，我就觉得原来可能是吧，就是思想单纯，相信爱情，然后年轻的时候都想把日子，本身我们就裸婚嘛，都想把日子过得好一点，目标是一样的，想法是统一的。结果走着走着，现在我就觉得我们就是不是差距大了，是每个人想的东西不一样了。所以说，你说这样的日子，你说大问题我们没有，但是你生活当中这种问题，我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没法过。咋过？这不是挺好吗？每天你面临的都是一些就是这种精神消耗、内耗你。不，这怎么内耗了呢？我也没怎么不内耗呢？你想出去工作，他不同意，反对，让你天天在家看门市。然后呢，你要是想出去工作，你就工作，就大不了我这花钱雇个人就完了呗。他只会这样说。他说意思说你出去工作，那我花3000雇个人，他就口是心非。我跟你说，你可真能整事儿。那你为啥不雇人啊？你为啥总拿这话来威胁我呢？哎呀妈呀，我那是威胁你的事儿吗？就是啊。那你说，那我现在出去干活去了，10天8天的，有时候那店就关了，对不对？那你说关了怎么办？你说吧。那别人做这个买卖的时候，为啥别人都能做呢？那你为啥？本身很多时候吧，咱俩也是意见不统一，就是咱俩在一个店里做呢，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可能达不到那么好的一个效果。因为啥呢？因为我现在在每天给他看店，我觉得很委屈，就是每天过着这样的生活，每天过着很委屈。那时间长，我1个月指定有那么1、2次是那种心情崩溃的那个时候。那你说，当一个人心情崩溃的时候，你说日子怎么过？你就看店都看到心情崩溃了。你想想，每天早起，1日3餐做饭，然后洗衣服，然后看店，然后就是收拾屋子，就每天都让你过这样的生活，你说你不枯燥吗？不乏味吗？那我这么听起来，这男人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缺点啊，什么就像星星一样啊，没听出来什么呀。你每天和他在一块儿，他都是负面情绪，他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在家我们2个人都在门市，他就是打游戏呢，咔张嘴就骂人了，或者是说别人给他打一些骚扰电话，然后他也会张嘴就骂人。开车的时候，一会儿，哎呀，那个司机开得特别慢，前面那么大的距离，再有一个车拐了个弯在他前面，他说啊，这个车也不，这个司机不知道是哪个教练教的啊，什么转弯不打转向灯，怎么样，就一顿的那个埋怨，一顿的说。还有呢，比如别的车开车过来了，可能是别一下，其实可能是给我的感觉不一定是故意的啊。他就会直接就骂人家啊，怎么样的，就是人傻呀，怎么样的，就易怒，甚至有的时候开窗骂，情绪特别不稳定啊，就是让你的心呢，就每天你刚平静的时候，他一骂人，就特别影响心情。不是，就是你看不上他了呗，现在，就是你现在看不上他了呗。那你这样的每天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生活，不是你现在是不是看不上他了？反正就觉得缺点太多了。但是我现在看你都是优点，我没看到你有缺点。还有就是教育孩子，之前教育孩子怎么了？之前对。他是怎么样呢？他就是女儿奴，无底线的那种惯着孩子啊。他不管孩子学习方面，
从小到大是学习一直是我来管孩子，但是呢，我管孩子是咋的呢？他只能分享这个喜悦，当我要是教训孩子的时候，那就不行。孩子如果有问题，我就不喜欢你打孩子呗，他就一个学习。那小孩比如，那你打他就能会了吗？那小孩比如说他不听话，或者是你每天整他学习，你也有心态崩溃的时候，那我就拍2下，我自己孩子我还能使劲打呀。当我一比如说孩子或打孩子的时候，马上他就急眼，当着孩子面马上就急眼。反正我感觉打孩子，反正我心里不得劲儿，就是他一打孩子，我身上就冒汗。啊，闺女是吧？那也还是没啥，我还是没听出来这男人有啥不对啊。他还不对，你每天和他生活在一块儿，他一天喜怒无常的。他的意思就是。而且以前的时候，我跟你说，他会很在乎我的感受，就是说可能能懂我。现在我就觉得感受不到他懂我。哦。以前可能是说我会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呢，他会听。现在主意可正了呢，他说咋地就咋地。哎，包括出去喝酒也是。你让他11点回来，他就得12点回来。然后呢，说白了就是不让我喝呗。那怎么能不让你喝呢？因为我都说，我说你喝酒11点之前你就回，为啥？你12点以后你是不是影响我的睡眠呢？再说你12点之后你回来你就回沙发睡或者上那屋睡呗。你回来之后还得烧水还得泡面，我就纳了闷了，你出去喝酒你不吃饭呢？每次喝酒回来都回家吃饭。以前闺女在家的时候这样吗？我姑娘在家吧，她能控制的，就即使喝多了吧，也没那么多事儿。我姑娘不在家，那尽情发挥吧。帮我烧水，帮我煮面，然后呢，说完之后呢，等我要是我一说，我说的你回来你自己不会弄啊。再说你为啥你出去喝酒你不吃饭呢？不是吃了没？哎，算了。他会说，他会说啥？那你回屋你睡觉去呗。对呀，这话也没错呀。那你目的是你在房厅你一顿来回走，你在厨房一顿吃，你让我怎么睡？大半夜的，每次都12点多1点多。哎呀，你现在看他得多不顺眼啊！下回不应酬了，就天天在家躺着。你就在那儿瞎扯，你每次喝完酒喝多回来，你都说下次再也不喝了，那下次还继续吗？甚至都下次。哎，你们家我问点核心问题吧，你们家现在谁管钱？我呀。那因为不工作呀，他不让我上班的话，我提前跟他说，那我没有安全感呢。对啊。都给你吗？只能说大部分吧，他自己也应该手里能有点钱。哪有钱呢？都给你呢。那就一小部分有，不可能都给我。我哪有啊？现在这好像有几百块钱吧。那对呀，那就一小部分吗？那也叫钱呐。那当然了，那几百块钱。我上我朋友家去那个吃饭去了，完还得挂账，多少钱他去给结去。我朋友家开饭店的，他就给结去。你知道因为啥吗？我都是哪有钱他可敞亮了呢。我跟你说，就是他觉得认识那几个都是朋友，交朋友没有底线。他觉得都是朋友。10次吃饭他得请人吃8次，然后他就觉得。哎呀，是我弟也好，哥也好，就觉得可拿人当回事了，交朋友一点底线没有。然后我前一段时间嘛，发生这个事儿嘛，是我家一个工人，而且只是说临时干了几天的一个工人。那个小孩呢，给他打了个电话，我俩那个时候还在外面参加婚礼，还不在本市。然后那个小孩打电话就说的他媳妇和人家，说和人打仗了，已经被别人打，说他媳妇被别人打了，说现在已经进那个打110了，这个意思。说哥，你看你这边帮我找人吧，说看怎么办呢？意思他媳妇被人打了，急得不得了。结果这家可好，他就是能动用的关系全都动用，包括我家亲戚的，包括他同学的，所有的关系都给人动用。结果把事情解决了。解决之后呢，主要的原因是啥呢？是他媳妇把人家旅店的柜台给打了。结果那个玻璃，那个精神不太好吗？结果那个玻璃呢是崩着他媳妇了，然后这样他媳妇受伤。那他当时打电话，他就说挨打了。那我一听这小老弟都挨打了，本来他媳妇身体就不太好，又有这病那病的。是你自己能力有限，如果比如说他有困难，那我是能帮就帮一把了呗。但是呢，这算啥事儿啊？这算啥事儿？
你好，你帮人家把这个事儿解决了，你自己又出钱格外，完了你又请人那人吃饭，那你这朋友知道吗？我平常我不也得跟我们同学啥吃饭吗？那能一样吗？你平时吃饭和你帮人忙能一样吗？那你说现在人情多难还呢？很现实吗？然后等反过来，无论过年过节或怎么样的，他得去看，就是得去把这个关系走了。你即使走了，我觉得你还是探人情，他就是这样的。这不是热心肠吗？我倒没考虑这么是吧？我觉得那也得有个度吧。我觉得如果说你自己范围你这个自己范围能力之内不麻烦别人的情况下，你咋帮都行。嗯。他现在身上还有什么优点吗？身上的优点呢？啊，我看不出来现在。所以你有没有想，也许是你身上出了问题了？就是你看待这个男人的眼光变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没问题。都这样了，赶紧放他出去工作吧。干嘛呢？这再不放这都成仇人了。我不想让他出去工作。为啥呀？怕他跑啊？你说我姑娘现在也不在家，你说我回家了，你说很晚了回家，完家里面你说他再不在家给我做点饭，回家冷冷清清的，你说没有家的感觉。就是一口热饭，你说工作一天一口热饭我都吃不上，你说他还出去工作。你说天天搁家待着多好，咱不说，那你这日子，你也太自私了，你这么多年结婚这么多年，那是叫自私吗？现在两口子过日子不都这样吗？兄弟，一个主内的，一个主外的吗？就再这样要崩溃，你没日子好过。你在家里面吃这口饭香吗？哎，香吗？你告诉我香不香吧？香。就宁可这样也要吃是吧？哎呀，反正我不想上班就是。你心里的梗在什么地方嘛？你别扭在什么地方嘛？这不就是中年危机吗？你说现在你说他出去，我就是不放心，说白了就是不放心。你有啥不放心的？我每天9点上班，5点下班，我周六周日休息，我哪儿也不去。跟那个有啥关系？我就是不喜欢你出去上班的。听明白了，核心在不放心，是吧？对。听听老师们怎么给你们分析，然后老师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补充来问，好吗？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妻子口口声声说自己的丈夫情商低、智商低。我请问，这个丈夫和您结婚20多年，他体恤你吗？应该也是。但是科学表明，情商低的人10有8、9都不懂得体恤自己的妻子。另外，他朋友多吗？朋友多。事实表明，情商低的男人10有8、9外面没有朋友。但是作为丈夫，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20多年的婚姻，他满眼都是您的缺点？我就感觉他那什么，不想让他上班。对，因为这是你做的情商最低、智商最低的一件事情。他刚才说的对，他想证明自己，他要活出自我。我想这是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女性，她应有的选择权。所以我认为，你要证明自己情商不低、智商不低，最有效的一件事情，就今天做出决定，让他去工作，心悦诚服的让他去工作。谢谢，谢谢于老师，谢谢老师，文老师。我觉得就是这个大哥，你想没有想过，你为什么在这么段时间之内之前，你们俩相爱相恋都很好，现在他突然对你的评价断崖式的下跌，你知道为什么吗？他闲的。他每天就这1亩3分地，他能够到的时间、地点、人物、空间均与你有关，那可不嘛？以前叫什么距离产生美，现在你们没有距离了。你像个放大镜一样，你拿给他说，哎呀，这个人身上所有的优点，你所有的优点在你们俩相恋、相爱、结婚的时候，他都看到了。但是你以前隐藏了那些缺点啊，现在你给他一个放大镜，哦，这里有问题啊，那里有问题。随着时间的增长呢，你的那些好就会慢慢的跟你的一些小的缺点来持平，但是你身上是没有什么顽固污渍的，这个是没有的。
就是因为她每天太闲了，她的情绪得不到一个正常女性在这个岁数里面应该有的这种社会的绽放，女性的一个职责的担当，所以她只能够把这些她没有释放出去的负能量，转化成归结于就是你的原因，因为你不让我看世界，现在我的世界里面只有你了，天哪，我的世界好狭窄，那怎么办呢？他就要开始抨击你给他封闭了这个世界了呀，他不抨击怎么办呢？因为他要出去看看。所以其实很简单，你继续做你的工作，你继续做回那个潇洒自如又快乐的你自己。你们两个是相爱的，这个问题一点都没有毛病。甚至我觉得你如果想让他重新喜欢上你，很简单，你引领他，你帮助他找一个他觉得舒服又喜欢的工作。你甚至可以指导他，以你这么多年的一个创业的从业的经历，你去指导他，你去帮助他，你成为他的导师 ，OK， 他也会重新的喜欢上你，就这么简单，问题解决。好的，好，谢谢文老师。徐总，男生，你为什么不让他工作？外乎2个目的。第一，让他对你产生依赖；第二，让他帮你培养孩子成才。2个目的。一个已经达成了，另外一个岌岌可危啊。他是想依赖你，但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独立性的，他有自己的追求。你是爱他，但你给他的是什么？除了钱以外，你给他的是什么？看家、做家务、看孩子、养育孩子、看店、为你做服务。真正他想要的，你给了吗？他也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啊，你给他了吗？你允许给他吗？当然了，你说，哎呀，我怕你出去之后会变心，别人会追你，那你得动起来呀！你不能多给他做做饭吗？你不能多给他制造一些浪漫吗？让外面没有竞争对手啊，你又不想去做，你就想回来能够吃口热乎饭，3000块钱就能解决这事儿，对吧？所以说，如果你真是怕他心里有别人，那您就积极的去爱他，别让你们之间的感情成为一滩死水，你却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就这样，谢谢徐总。严老师，其实我觉得他们2个还是这种感情链接很深的一对夫妻。先生说我担心我太太出去就怎么样，我在家吃口热乎的饭我多好啊，多愉快呀。太太说我这老公太讨厌了，他不懂我。你们其实就是现在少了共同的生活的方向和使命感。妻子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她以前有女儿在身边，她非常有使命感，因为孩子是希望呀。她像一个小目标一样，我小学上完了上初中，初中上完了上高中，然后我高考，然后从一个小女孩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然后成年。她的能量在陪伴孩子成长、创造这个价值上得到了满足。你现在不让他把他的能量往外释放，他放哪儿啊？他天天看你不顺眼呀，先生。明智一点的丈夫，这个时候知道他的前半段为家庭付出的价值，这个时候价值感没有以前那么强了。那一个有能力的人，一个有能量的女人，愿意工作的女人，她只能去外面创造社会价值来平衡这种输出。所以你就是太自私嘛。你们其实要解决起来，就多换位思考一下。女士，你也不能老嫌弃你老公，你越嫌弃他，他越不愿意让你出去上班。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妈呀，我在我老婆面前啥都不是，你看我老婆现在这么好看，是吧？落落大方，这出去隔2天出点什么事儿，我这可承受不了，我中年危机。所以你要想达成目的，咱这个方向得往一致。说老公你特别好，你特别善解人意，你情商智商特别高，你特别理解我的现在的苦衷。我想出去有个工作，我心里都是记挂你。我今天下班早，我就肯定给你做饭。你用这个方式，他就越来越放心，越来越觉得，哎呀，你看我还能不让我老婆上班，我老婆这么好，我得让她开心。你们使的劲儿都是反方向的，所以就不愉快。但是你们的感情是没问题的，所以我相信你们能做到未来愉快。为对方的开心去做出调整，好不好？谢谢。谢谢严老师。赶紧让他出去工作，这不工作弄死你！聪明的男人早给轰出去了，这干嘛呢？就在家里。当然，我从社会学层面
社会学的角度、女性的独立的角度来说，人的角度来说，你这事儿做的不对，就应该让人出去工作，充分尊重，在这个层面上尊重不够，学会尊重。我也没那么多大道理，我觉得人和人交往就是尊重，夫妻之间的核心就是尊重，没那么多。你想工作你就工作，你不想工作你就回家，我尊重你的所有选择，这个大概是人和人之间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天天让人矫情你啊，烦都烦死了。他确实错的在先，不让您出去工作，但是不至于把这个男人就说的一文不值吧？那都是他身上的缺点呢。那你跟他25年，那你跟他很幸福的在一起生活，所以说我俩你不是否定你自己的人生吗？你干什么那么极端呀？你干什么那么极端？你干什么那么强势啊？他唯一的错误是说你限制了别人的工作的权利，这是你的错误。你确实应该尊重他，对妻子的不尊重是你犯的最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关系里面，如果说谁在破坏情感关系，实施核打击的核心力量打击破坏的，我恰恰认为是您而不是他。你就没变呀。今天唯一吃亏的吃亏在哪儿？他不让人工作。否则的话，今天的画风不是这画风。我跟你说，就是因为你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让不让人工作，一会儿说清楚。不愿意也让他去，听懂没有？听懂。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那你要工作，那就去呗。太好了。那我也，反正我是心里不舒服，但是我精神上支持你呗。你精神上支持我，你心里不舒服，那我回来看着你脸的呀。那我不得说实话吗？那我现在让你去工作了。主要是吧，我觉着吧，咱俩现在孩子很优秀，我也希望咱俩呢能一直就这么开心。我不想我把我自己对你的爱变成包袱，就是这样。那我就希望你能支持我。行，那我就支持你呗。那你咋整啊？那你不能勉强支持我，你得是发自内心支持我。你得矫情吧？我这样的举手支持你。可以了。行吧。回去吧，支持啊，支持啊，支持。心里不支持也不说啊，他不就要这个吗？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精英 APP 添加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心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哎，博红兄，双出是肯定的，确实作为妻子不能如此的矫情。文老师，出来吧，一个愿打个愿挨的。徐总，双出是肯定的。女士要想让老公心里也愿意的话，就看你工作之后你怎么做了。杨老师，丈夫其实是同意了，但是妻子呢，就是你同意，你还得每天。不是，我老觉得人家先生一直是同意。对，他说到你要同意了，你心里就不许不舒服啊。所以我们尊重女性工作与不工作的这个自由选择权。那妻子也得尊重老公那个可能一点点小男人心里觉得不爽的这种不爽的情绪，你们得共情嘛，慢慢磨合。双出，看他们怎么再相见，请开门。吓我一跳。哎，我就奇怪，人都答应了，怎么还搭个脸子呢？笑人。对啊，别人都答应了还不行。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行了，祝您这个工作顺利，先生祝你这个家庭幸福啊，我们双祝愿，对吧？是不是？这次行了吗？谢谢啊，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谢谢。祝你们开心，祝你们开心。这边走，这边走。哎，请回，请回。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1年多了，性格差异非常大，我觉得这段感情非常有挑战性。他最近迷恋健身，而且还是个社交达人。他在我身边，我很有安全感，但是他想让我变得跟他一样，我接受不了。而且我希望我们毕业以后去大城市发展，他不接受，我也有苦难言。我不能离开家，我的生活很简单，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徐先生24岁，来自贵州学生；女嘉宾徐女士25岁，来自贵州学生。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哎，主持人好。应该是在读研吧？对，我们在读研究生。怎么认识的？就是我们备考那会儿，就都有很多考研群嘛。啊。然后我就在考研群里面，问那些资料啊、学习问题什么的，然后他给我解答蛮多的，然后我们就加了好友。平时的话，私下联系就比较多，然后就彼此熟悉了起来。然后后来初试结束后，他就约我吃饭，然后跟我表白了。通过前期的聊天之后，我发现这个女生，她的性格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后面，考完试之后呢，我就约她吃饭，然后通过一束花就正式的在一起了。好，在一起多久了？有1年多了。那今天为啥来啊？就是因为前期我们就线上交流比较多嘛，但我们后来成为同学，就见面的时间和接触的时间都长了。就我发现其实我们两个性格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他会对我提要求，我就是比较那种逆反心理，我自己会去做，但我就受不了别人他来说啊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他是一个非常好动的人，他就经常健身，然后跟别人也聊天，非常社牛一个人。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安静一点嘛，他就会要求我说啊你也要去运动啊，你也要去健身啊。我觉得我就很健康，不运动我很快乐。他还要求我跟别人多聊天多接触，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现在这个状态就很好。我们一天除了上课，然后没课的时候，他就一直就是待在寝室窝在床上大多数时间。然后我呢，我就去运动，或者是去看一下书。我觉得他这样子就有点在虚度时光，因为研究生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拉着他，我直接拉着他，我就说咱们去，我带你去健身房练一下。他说不去，要求过几次，他说不去，那我就算了。然后带他去运动，也运动过几次，但是都是有点勉强，就是不太带得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的话，以后可能也是要当老师，然后他性格又比较内向，我就会平时有机会我们要做 PPT 上台讲的时候，我就会让他去不要带稿子照着念，因为这样锻炼不到。我就让他自己准备好直接讲，然后他就说，他就推辞说他做不到，然后他就一直不做。我是说，我有我自己的计划，我会一步一步慢慢来，我有我自己的一个节奏。因为你的节奏我说实话我没看到你这个节奏的改变，然后因为我自己我是以前还是比较内向的，但是我就通过自己强迫自己不断的去站上讲台，不断的去面对一些公共场合去讲话，然后我慢慢的我变得开始就是变得外向，也不太在惧怕公众场合，所以我就觉得我这套方式是能够帮到你的，我也是真心实意的想为你好，所以才跟你说这些，要不是这个人我都不会去提这些建议的。可是我觉得内向也没什么不好呀。
我自己的一个正常的社交也还是有的。哎，确实每个性格都值得尊重，但是我们这个方向就业，我觉得是需要外向，而且我觉得外向总比内向好。你们俩就这么谈恋爱？这些是我们性格上面的差异，主要是，这个在一起之后呢，我觉得我们两个也在一起1年多了，然后我觉得一段感情要想走得更长久、更稳，那得经过父母的支持啊，所以我就想带他去见我的父母，但是他的话，他就不愿意去见，每次我一谈到这个的时候，他就模棱两可的回答，就含糊过去。我就觉得他这个想法，就可能就是他对这个感情就不是太认真，他就想就是可能随便谈一下，随便玩一下这种。我觉得不稳定的因素其实真的还很多。第一个，我们现在都还在学习，我觉得其实先把学习学完，然后工作稳定，有经济基础，然后再决定这些事情。第二个就是，经过我们的相处，其实就存在一些性格的一些不太合吧，就以后的事情就可能先这样处着，还没到那一步。不合是指啥不合？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急的人。我跟他，我们周末好不容易有时间嘛，平常课也蛮多的，就去公园看花什么的。最近我们那边花都开了蛮多，但他去的话，他跟我到一个地方，他就站了2分钟，说好看了，走吧，然后去下一个地方看。所以我就觉得他跟我在一块儿就很心不在焉，不太上心这些事情也。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就是看花的话，去到那个地方，我也挺愿意陪你去的。但是去到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花也没什么好看的，就看一下就行了，也没必要在那多停留，没必要在那耽搁时间。然后我们就去下一个，看完了就这样就回去了嘛。可是你送我回寝室的时候，我问你下一步要去干嘛，你说你去健身，你2眼都放光了，说到你健身。你分明就是不太在意我的事情。没有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平时上课就一直待在一起了，相处的时间也挺长了。然后健身呢，我觉得是我一个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我就比较喜欢健身，就是这半年以来，我觉得健身让我能够释放压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会就是力量上面变得越来越强，健身也能够。让我学习的时候更加的专注。如果说健身给你提供的是快乐的话，那女朋友给你提供的是什么？我特想问一下。我觉得是一种陪伴。当你遇到开心的事情能够分享，就是难过的时候也有个人可以互相安慰这样。那他需要你陪伴的时候，你要陪吗？陪的呀。就比如说他说，逛街啊，出去看花这些，我都是乐意去做的。可是你明明就把我的事情排在后面，你的优先级里面更高的事情还有其他的，比如你跟你朋友去打篮球啊、桌球啊这些，我感觉都排在我前面。主要我会根据这个时间的先后来，比如说我是先跟朋友说好了，我约他们打篮球，然后那我就先去做这个事情，除非说你有紧急的情况，比如说比较急的，那我肯定会。就先陪你，但是如果没有紧急的话，我就肯定是先按照这个时间先后来做，因为我觉得，既要照顾到女朋友的同时，也不能辜负了其他的朋友。那个下面有什么打算吗？就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吗？我的话，我其实就想留在贵阳工作因为这个地方有我的朋友，有我的亲戚。然后还有同学什么的都在这边，我也是一个比较恋家的人，希望离家近一点，就希望在贵阳发展。您呢？我目前我的打算是，等到毕业之后，我打算去贵阳以外的其他地方去工作这边。我自己家庭的话，我家是有兄弟3人，我是老大，我还有2个弟弟。您是大哥。对，他们俩的话跟我的年纪差不多，一个相差一个2岁，他们现在也在读大学了。然后像这种兄弟多的话，我的父母压力就会特别大。是的。现在我作为老大，也快要成家立业了，我觉得这方面对于父母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压力。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我要自己去挣到那些结婚的钱。哦。但是在贵阳的话，我看来，他这边就是工资也不太高，然后我想的是去大城市。对，比如说广州、深圳之类的。那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说我快要这个成家了哈。你跟谁成家？哦，你跟他成家。对。你都快要成家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2、3年、3、4年这样，其实也很快的。哦，你刚才没听他说什么？他说我毕业以后要留在贵阳。你没觉得你说你要去大城市的时候，所有老师都笑了？因为大家为什么笑？可能是觉得我们就是异地嘛，但是我觉得只要感情基础在异地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其实不太接受异地的。你看，你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你现在是2个人的关系，你有没有问过他？之前倒是说有沟通过，但是距离我们现在毕业也还有这个一定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内是可以更好的沟通，然后去解决未来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你今天是来分手的吧，姑娘？也不是，我们就是有这些分歧的，所以想来到这里，就是请各位老师给我们一些。不是你们不是分歧，我问女生嘛，女生今天是来分手的是吧？也不你可以说实话。我其实就蛮迷茫的，希望。你一点都不迷茫，你现在对他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了，直接核打击。碾压，对吧？其实感觉有2个我，一个我觉得，就这样顺其自然的先过着；另外一个我就觉得，他都要出去，我又接受不了异地，那就肯定。所以你看，是浪费2年的时间。一个是顺其自然，也就是说我也不努力，该怎么着怎么着。另外一个那不就分了吗？那不就是分手吗？那你干嘛不直接跟他说呀？没有啊。啊？没有要分手。你跟他在一起开心吗？挺开心的，在一起的时候挺开心的。咋开心啊？看个花就走了，你不刚吐完槽吗？他喜欢动，你喜欢静，我估计你们俩可能看个电影都看不到一起，看得到一起吗？可以的，我选片子。生活方面是可以的，虽然性格你选片子不太一样，你选片子，你也接受是吧？接受，我们就是可能，我觉得就是性格上面不太一样，他确实。他就比较稍微内向一点，然后也不太喜欢动，他喜欢静一点。然后我的话喜欢运动一点，这些我觉得，也没有太影响我们平时的，就是生活这些。没啥影响，对吧？没有那种特别严重的。那今天来干啥？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接下来路的规划这一方面，我们2个未来该往哪个方向走？就是我们想听一下现场老师的意见。不接受异地对吧？确定吗？其实80%吧。80%。好，接着就问吧，我来帮你问吧。结婚没房行吗？可以。结婚没车行吗？这个得考虑一下。结婚没彩礼行吗？这个也可以。都可以哈。但是可以有个车，这样回家会方便一点。就只要就在贵阳就行是吧？有辆车，什么房啊、彩礼都可以不要，是吧？你结婚以后再挣是吧？贵阳就行是吧？来留贵阳嘛。但是啥？女生是这样想，只是我觉得。没有我自己不能给他的话，那是不行。他虽然说不要，但是我必须自己要有车有房，这样才能够给他更好的生活。不是，那你是要媳妇儿还是要车房啊？那肯定要媳妇啊！肯定要媳妇。那不媳妇儿都说了吗？我只要车，只要留在贵阳，未来我们一起挣啊，是吧？这个也是可以的可不可以啊？可以的。确定可以哈，不去大城市了哈。大城市的话也算是自己的一个梦想，因为问你去不去大城市吗？
如果女方接受这样的话，女孩不接受。女孩是不80%嘛，80%不接受异地嘛，就代表不接受嘛。没有如果吗？还去不去啊？大城市？现在不去了。啊？不去了。就不去了？就放弃梦想了？工作的话，在贵阳找，我现在想了也可以找。所以工作对你来说就是为了娶媳妇儿是吧？只要媳妇儿不要房不要车，管他在哪个城市工作都可以，是还是不是？把它明确下来。不是啊，还是我有自己的追求。我觉得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也不能说因为一些事情我还是要去外面的。那对啊，那他咋办？我们就是，你看你现在面对的是他，不是我们。你同一个问题1分钟来来回回，已经自己驳回自己3次了。我就说出我的想法，我还是就是纠结呗，是不是特别希望他能跟你一起去大城市打拼？对吧？对。所以到大城市也不仅仅是要解决什么挣钱、娶媳妇儿或者怎么着的。还是有自己的理想在那儿的，对吧？对，这么表达我们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对大城市还充满了有憧憬的一个少年人。他要的不仅仅是到那儿去挣钱、娶媳妇儿什么的，他还要到那儿去完成他的理想。那20%有可能给他吗？跟他一起去吗？我不是很想。啊？不是很想。哦，不是很想，我们也不会逼你。好了。我只是说如果啊，只是说如果啊，如果他跟你分手，你接受吗？我不接受。啊？暂时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你会怎样？我会去挽留啊。挽留不了呢？实在挽留，我会尽我全力去挽留。实在挽留不了的话，我这个也没办法。对，我也会接受，是吧？行了，各位老师们，看看这对年轻人吧，该怎么办？男生现在是一心一意要往前走呢，女生现在是犹犹豫豫，不知道该咋办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罗红兄，恋爱并不是建立在2个人共同的兴趣爱好之上的。您说您喜欢他的性格，但说到最后，他是讨厌你的性格。希望你去改变你的性格。我不知道您的是怎样的一种底层逻辑。因为我觉得性格可以是就是多面的，但是就是性格是很难改的，娘肚子就带出来了。只是妥协，只是尊重，只是放弃，性格还是改不了。你们2个人，女生说性格不同，这没事。很多性格就是互补的，但前提是有爱。如果爱情有研究生专业、博士专业，您可能连本科专业都考不上。真的，我不是贬低你、打压你，只是在这一段爱情当中，您真的这样的方式，没有女孩子接受得了。办法。多看看《爱情保卫战》，真的，并不是推销节目啊，只是这当中有非常多的各种方式的、各种形态的、各种遭遇的、各种面目的爱情方式，真的，谢谢，谢谢于老师，谢谢文老师，我在爱宝的这个舞台上非常的少劝人分手，几乎是我是一个不劝人分手的一个这样的形象在。那我今天真的破天荒的，我劝一下分手吧，为什么呢？第一，女孩，你知道自己不可能为了他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对吧？直接告诉他，你要对你自己负责，不要来来回回、迂迂回回的去拉扯、去干什么，这些样子其实对你们不好，是一种消耗。男孩有一句话跟你说，也许不好听，但是你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会感谢我，就是不要为了爱情放弃你的梦想。
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爱情这个东西，也许有一天可能它说没就没了，但是你的梦想，你在这个追逐的过程中，你一定会有所得，而且是你未来在你人生的历史的长河中，你去回望来看、回向来看，你会觉得哦，当下的自己选择是正确的。你们俩如果有缘，一定不会卡在现在说我是不是在贵阳的这个事情上。你们俩从三观上、从相处上，怎么看，都是不一致的。只是有可能在你的某一个阶段，他刚好出现，符合了你那个阶段的情感需求，仅此而已。我说完了。谢谢文老师，来曲总。性格不合从来就不是恋爱当中的最大的障碍，不愿意为对方改变和包容才是。你们愿意为对方去妥协吗？不太愿意。从你们的描述当中来看，充满着理性，却没有一点点的冲动。你有想过跟他去大城市打拼的那种憧憬吗？有过这种感觉吗？有吗？有冲动吗？有一瞬间可能有过吧，20%。就一瞬间。好的。为什么那20%数字如此不堪呢？就是因为你们在处理你们之间的差异的时候，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爱的过程。你们之间固然是有很多的差异，但是因为爱，你们是可以把差异这个问题解决的，可以通过处理差异让你们情感得到升华的。你们只是在试图去控制对方，让对方去改变。你应该跟我去准备 PPT， 去讲台去训练，你应该跟我一起去运动，你应该跟我看花，你应该把陪我的时间排在第一位，全都是在想控制对方去解决这个差异。错了，所以你们才过得如此之理性，总是感觉你们之间距离啊比现在站的距离还远。没有冲动，爱情就是冲动啊，就是想嘛，就是愿意，就是敢啊，对吗？所以你们缺少这个冲动，我认为你们之间的爱情啊岌岌可危。就这样。谢谢曲总。严老师，我倒觉得他俩挺适合在一块儿的，就都冷冰冰的。
男生在什么地方？我传递了很多信号，你怎么接收不到呢？是不是？是接收不到吗？就在这儿，为什么接收不到？因为我们可能对彼此的跟技巧没有关系嘛，了解，真心嘛，是不是真的爱上嘛？为什么他说一开始的时候很舒服，我都是优先级，他是能感受得到的，现在他感受不到了。这个东西没有对错啊，每个人恋爱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女生应该相对清醒一些，是吧？你来拿主意吧，在这段关系里，可能压力会大一点，那总得有人承担呀，对吗？不要问为什么让我承担，因为在这段关系里你更强，你是一个引领者，要不然你就教他，要不然你就放手。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我刚刚听了这么多老师说的话，我以后可能也会尝试的去适应一下你的节奏。谢谢，之后我会去慢慢考虑你的感受多一点，把你放在首位。刚刚听了老师们的这些关于爱情的，我觉得确实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太理性了，有点轴。之后我会慢慢考虑你的感受，我们一起做出一些改变，一起朝着更好的方向走。请亮灯。严老师，你说对了，他们俩真合适。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于老师，预测一下吧。可能是我自己的错觉。一个24、25岁的恋爱，我怎么感受到的是一个老年相亲的场景？真的？不，老年相亲可热烈了啊！人家才热烈呢，哇！那可能老年人都知道，一恋爱就像老房子着火了。但是他们两个人真的没有火起来，内心的那把火没有点燃。不是，也许人家的火只在心里烧，咱没看到。但是至少他们今天在这个场合会双出的。好，文老师，我判断他们俩双出，但我觉得就是不会有好结果。徐总，双出吧，那2块冰搁一块还能化成水融在一起呢。双出是我估计是会出来的，我觉得他俩就很有可能说最后，男生为了女生就是暂时一步的缓解，先留在贵阳，然后结了婚以后他就走了，反正2个人都冷冷的，他去外边打拼，老婆在贵阳也不是不行。就像我举的那个出租车的例子，冷冷的人，所以我一生冷冷的。还早呢，2个人研究生还有1年半呢。我就去预测了一下。我研究生是可以结婚的，现在，是吧？但是2个人的职业选择还有1年半以后的事情啊。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行吧，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各位，请见证。好，请亮灯。哎呀，谢谢2位啊，谢谢你们，谢谢各位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好好学习，开心恋爱，谢谢2位，请回，请回，请回。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
再一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